7月，暑假开始，江门五洞村迎来暑期客流高峰。广东人爱吃牛肉火锅，东潮汕西江门，两种风格不一，但同样热闹喧腾。每天都爆满的，平均每天都有3万人过来我们这里吃饭。现在五洞呢有26家牛餐馆，基本一天都是20多条牛。大块牛肉最是大快朵颐，热气腾腾的火锅吃得酣畅之余，恐怕不禁有人要问：肉在锅里，牛角去了哪里呢？在四会，有人把牛角去皮之后，用浓郁的酱汁焖煮30分钟。牛角上的筋腱因为吸饱了汤汁的缘故，比原来大了1倍，而且变得透明。食之则软糯有弹性，虽然不能满口大肉的咀嚼，却有不忍丢弃，要啃咬干净的心思。在恩平，当地人对牛角有完全不同的理解。牛角上的皮与筋煮熟之后一起切片，当地称之为牛角皮。恩平人吃牛角皮，大概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。买牛腳皮係嘛20蚊。哦，他们的牛角皮怎么样？味道？好吃啊，特意過嚟買的。宵夜呢啲啊嘛，送啤酒一流嘅，兩公婆啤嚟噶嘛，脆脆地啊，韌韌地咁咯，熱水嘅香嘅。賣咗27年啦，男女老少呢都愛食牛角皮。每晚的夜市，牛角皮是当地人打发时光、磨牙甜度的首选。每隔一段时间，周世明就要到市场拿貨。呢隻咧係黃牛牛腳嚟嘅，呢隻咧就係水牛牛腳嚟嘅。水牛牛腳咧比較肉多、筋多。老闆，水牛牛腳大毛幾錢斤啊15蚊斤。啲牛腳全部我要齊嘅。周世明曾经是位老师，现经营有4家小店，专打牛角的主意。牛角骨多肉少，或者因为不会处理，常遭人嫌弃。但周世明却能做成美味。要把牛角处理干净，步骤繁琐，需要足夠的耐心。呢個水溫咧就係80度左右，個溫度係最好嘅，就咁你脫得比較乾淨啲。11年的开店经验，周世明得心应手。读大学的儿子暑假在家，心疼父亲日夜操勞，便過來搭把手。傳統嘅脫牛毛嘅方法就係用熱水。我哋做生意咧唔可以用啲其他嘅嘢去做，即係因為牛腳咧其他都充分係用得到嘅。牛腳個皮筋可以整牛腳皮啊，個蹄可以煲湯啦、煲醋啦，啲骨可以煲牛腩飯嘅湯底啦。從小就對烹煮有興趣的周世明，嘴刁愛吃，常嫌別人做的味道不正宗，摸索多了，便自己開店當起了老闆。燒掉殘留在縫隙裡的牛毛，同時燒掉的還有表面的雜質。恩平咧前咧係粵西地區咧係比較貧窮嘅地區嚟嘅，牛腳咧雖然比較難處理，但係佢作為食材嚟講咧都算係好嘢嚟嘅。割得差唔多噶啦，俾個靚仔噶啦啊！睇見呢啲白白淨淨咁係嘛，咁就 OK 啦。處理好的牛角，切開表皮，與去腥增鮮的香料一起，慢火焖煮2小時，使皮與筋腱熟度一致。微熟後的牛角趁熱放入冰水冷卻，熟牛皮遇冷急速收縮，增加爽脆的口感。有時牛角不切開整個煮熟，則必須有嫻熟的刀工。解剖牛角時，下刀的角度、力道要拿捏到位。
颇有庖丁解牛之意味。我對牛嘅各個部分咧都比較了解，最快紀錄咧3分鐘可以將一隻牛嘅骨肉分離，所以大家呢嗌佢哋庖丁牛角，都係朋友俾面啫。取下的皮筋冷却凉透之后，即可切片装盘。牛皮牛筋弹性十足，咸香爽韧。牛角皮晶莹透亮，油质光鲜，具有弹牙的口感，同时吃起来嚼劲十足。搭配不同的酱料，则有不同的味道。入口的第一感觉是酱汁的酥香和鲜辣，之后隐藏着浓浓的牛肉香味儿，接着是爽脆无比的口感。牛大骨加水熬制4小时，汤色清冽，味道醇厚。本地濑粉稍加滚烫。牛骨汤做底，配上一碟牛角皮，美味立即翻倍。小店不大，但往往是尚未出炉，食客已早早等待，就为了出炉那一刻与美味的邂逅。牛皮坚韧，用途虽然广泛，但甚少食用。周世明却有辦法做成美食。我見牛皮呢抌咗就可惜，就諗住呢牛製皮糕。好耐之前呢，牛製皮糕呢最初都係用牛皮嘅，即係後來呢先改用驢皮或者豬皮。牛皮刮乾淨之後，切成小塊，與紅棗、枸杞等一同下鍋，焖煮10小時以上。當湯汁變得濃稠，皮膠才算是熬成。牛皮經過湯汁的洗禮，以及與藥材的融合，其中的膠原物質得到充分釋放。熬製好的皮膠甜品，顏色淺鬆透亮，口感爽滑，味道不輸果凍。原本不入法眼的牛角及牛皮，碰撞到人們的奇思妙想，硬是為自己搏出了一個美食界平民英雄的傳奇，也成了恩平人解不開的食味情結。沒有哪種葷食能像牛肉一樣激發國民的研究熱情。地理環境的多樣性，造就了和牛肉相關的無數江湖秘制。老廣們對牛肉的偏愛相對簡單，冬日裡最好的牛肉切割精細，作為火鍋配菜，按部位來點。次之的牛後腿肉成就了另一種美味，手打牛肉丸。剩餘的牛肉末則完美配上煲仔飯。至於鈣質十足的牛筋，定然會有好的歸宿。大火燒開，是下肉的好時機。酸筍和田螺最能破出牛筋的寡味兒。劲道的口感加上酸爽的複雜滋味，妙不可言。高燕來養的雞主要供應自家的飯店。2000年，高燕來因為一次偶然的機會，從裝修行業轉做餐飲。有一個晚上回來的時候，剛好袋裡是沒有錢，就去到我朋友那個店，和他賒了一個雞。我們呢做醃雞粥，我女兒說：哇，好吃得不得了！我們就開始來賣醃雞粥。開始的時候呢，袋裡剩下不到300塊，又去賒了3個雞。煮好的醃雞粥，清香撲鼻，雞肉既嫩且滑。更妙的是粥水，吸收了雞肉及油脂的精華，變得更加鮮甜。因為用料新鮮，味道純正，所以食客也是絡繹不絕。2010年，高燕來在郊區租了10畝地，辦起了農莊。
主菜仍然是在荔枝林里养的鸡。盐焗鸡有300多年历史，用盐炒盐把它来焗的。相传客家人在南迁途中，活禽不便携带，将其宰杀后放入盐包中，便于长期储存。食用时再用沙包煨熟，就成为了著名的盐焗鸡。高燕来做的最好，客人最喜欢吃的就是用传统方法做的盐焗鸡。我爸、我爷那个年代他们怎样做，我们必须要找回以前的味道，就是老祖宗的味道。这个鸡放到上面，尽量保持食材的原味儿，是高燕来做菜的原则。现在是高火，等一下就是中火，慢一点就是小火，整个过程45分钟。好了，做好的盐焗鸡，打开外包的纸，一股浓香喷薄而出，淡黄色的鸡身让人食指大动，恨不得抓住就要下口。这时最适合趁热手撕，吃上一口，鸡肉淡咸嫩滑，骨头酥脆。高燕来除了做盐焗鸡拿手之外，另一道惠州客家的传统菜式也被他用来招待客人。做这道菜得用上好的鸭蛋，这里好多蛋啊！哇，这个蛋可以哦，那个蛋青可蛋啊，钙质啊特别丰富。鸭蛋大小适中，里面包着蛋黄的膜也比较坚韧，非常适合做酿春。酿春在客地历史悠久，是为小朋友庆祝生日的专有食品。做酿春可是个细致活儿，高燕来做的时候，大气都不敢出一口。做个酿春给小孩吃，像春天一样生气勃勃，那个意义很深远。最主要的是不要把它的那个皮搞坏了，你搞破了以后，这个肉馅啊，它就不能包容在一起。好了，酿好了，开始煮了。做好的酿春拌以粉丝下锅同煮。高燕来煮酿春也很讲究，这个水一定要煮开，才能放鸭蛋，慢火养熟。因为蛋白熟了，肉不熟；肉熟了，蛋白就老了。酿春煮熟之后，鸭蛋粉丝的白与葱花的绿相映成趣，既清且淡。蛋解了肉的腻，肉增了蛋的香，粉丝完全就是配角儿。一口粉丝，一口蛋，再喝一口汤，春天就像在嘴边萦绕。老广们追求的是食材的原汁原味儿，好的食材只需一点点盐，便能激发食材的本味。淳朴纯味才是真性情。五味调和是境界，是理解，是手段，是中庸之道。陆河的客家人不经意之间一直在实践着。每天中午，刘世勇的擂茶店就会迎来大批的顾客，夫妻俩忙得不可开交。1990年，陆河人刘世勇从学校出来做建材生意，因为年纪太小，做生意不上路，又转做餐饮。1年前才从家乡到这里开了这家擂茶店。
我有这样的一个想法，把我们这个陆河的擂茶，能够让更加多的人能够吃到这个美味的食品。没想到一做呢，就这么火了。我们每天呢要像卖擂茶，是有500-600碗的。好，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吃擂茶？擂茶是用什么原料制作的呢？汕尾陆河是榕江和罗河水系发源地，具有独特的客家风情和古老文化，有客俗桃源之称。我们这里呢，大家都吃擂茶，每家每户都会做的，都是上祖一辈一辈这样的传下来的。冬至大过年，刘世勇也从深圳赶回来，和家里人一起过节。这次回家，刘世勇想要做一次特别口味的陆河擂茶给家人品尝。陆河擂茶已经有近400年历史，是客家擂茶的传承和异化，是在最初的药饮方式上改良而得，是我国最早的饮茶方式。陆河四面环山，刘世勇要到山上找一种当地人才会用的植物。这是我们要找的枫树叶，我们可以采一点那个枫树芽。枫树叶，中医认为其具有祛风除湿、行气止痛的功效。刘世勇采集完足够的用量，又来到一片菜地。这个是艾草，艾草呢就是清明之前的艾草，它是最好吃的。擂茶里面如果少了艾草的话，就不称作是柔茶了。通常说的陆河擂茶有2种，只用花生、芝麻和茶叶做的叫擂茶，用新鲜植物叶子做的称为油茶。陆河人最喜欢做好擂茶，喊上左邻右舍、亲戚朋友一起聊天吃茶，是打发闲暇时光、沟通感情的最好方式。我们陆河人呢，爱喝擂茶，像这个珍珠菜、三不合之类，我们在门前屋后都有种一些来做这个擂茶的材料。陆河擂茶一般使用艾草、薄荷、紫苏等当地常见的中草药为原料，所以被认为具有清凉解暑、健脾养胃、滋补长寿等保健功能。正是发现了擂茶的功效，刘世勇于2013年在当地开了一家擂茶店。在刚开店时，刘世勇做的擂茶味道其实并不好。做擂茶的8、9种材料都是差不多的，但是做出来的味道不太好喝，所以呢，我就去问一下那些年长者。阿叔，你睇咗呀？還有學樓馬，學樓馬，還有呢枫樹葉也可以，枫樹，哎，枫樹葉，對，都可以做。係啊，這個材料呢有30種，客家居域多崇山峻岭，张力流行，加上要经常劳作，喝茶不可能过于精细，所以擂茶在当地非常盛行。在农村，男人在田间地头劳作，女人做好擂茶为丈夫送饭是常见的风景。好，来两位，好，拜拜。新鲜的油茶原料炒熟，去除腥味。刘世勇将炒熟的原料放入内面带槽的瓦钵，用木棍冲倒。这是一根擂茶棍，是用山苍子木或者是樟木，在擂茶钵里面搅的时候会产生了粉末，这些粉末你把它吃掉就可以了。
客家人吃擂茶呢，中午那一餐是为主食，上午10点钟或者下午3点钟这一餐呢，当做这个点心。制作油茶的各种材料没有固定的配比，根据个人口味可多可少，直到各种配料完全捣碎，倒入开水搅拌均匀，油茶就做成了。刚做好的油茶，颜色翠绿，气味芬芳馥郁，味道复杂。来，大家来，按脚啊！对。我们炒好的菜呢，又可以掺在一起吃，可分可素。薄荷的清凉，艾草的苦，珍珠菜的甘混合在一起，饮之层次丰富，既能解除油腻，又能让肠胃清爽。佐以炒米、花生仁、青菜等料，更是色香味俱佳。擂茶，取之于山野，烹之于征途，是客家人的瑰宝，是跋涉者的源泉。陆河擂茶这种健康的饮食方式，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。